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最近在忙什么呀？舅舅与舅母去了新山拜访朋友2天，除了吃吃喝喝，还特别向他高龄的潮州籍贯母亲学了这道潮州红桃饭果。本柜安迪已经80多岁了，知道我们想学，他特别开心。他正担心他这食谱与手艺后继无人，所以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，真的很感恩。回家后，舅母照着做，很行哦。锅里倒入1点清水，加入60克洗净后的花生米，中火煮半小时。这是清水浸泡了3小时后的糯米，沥干水分，加入半小时盐拌一拌，让糯米有个底味。加入200毫升清水，这水刚好没过糯米就行了。放入蒸格内，大火蒸20分钟。时间到熄火，直接取出。趁热将糯米饭拨散开，后继会比较容易处理。好了，先搁置一旁，降温后备用。锅内倒入适量食用油，120毫升左右，100克小红葱，切片后倒入中火爆香。油爆至葱片金黄色后，离火，将油沥出。原货不需清洗，勺入3大匙沥出的炸葱油，再用中火爆香所有食材。3朵切成丁的香菇，60克虾米，这虾米要预先清洗干净，再浸泡20分钟。40克甜菜脯，这甜菜脯过个水，沥干就好，不用浸泡。蒜末30克，将所有食材一直拌炒至溢出香气。接着将炉调至低火，将预先备好的糯米饭加入，稍微拌一拌，避免底部烧焦。接下来我们来开始调味了，1大匙蚝油，1大匙鱼露，最后再1小匙胡椒粉。这简简单单的调味就足够美味了。煮熟后的花生米，这花生虽煮了半小时，还有一点脆口，嚼起来很香的。最后是降温后的油葱酥，将全部食材稍微拌炒一会。喜欢内馅米饭比较软糯的朋友，煮花生米的水可以加入1点。熄火，用双筷子将米饭拨散，尽量将米饭与其他食材拌匀。这红桃果内馅完成了，接着我们来准备膏皮部分。锅子里倒入700毫升清水，加入1小匙食用盐拌一拌，盖好，大火煮开。取出水磨粘米粉300克，倒入1个干的不粘锅内。50克番薯粉，这在一般超市里都有出售。炉开最低火，将粉料轻轻拌炒。炒个5分钟左右，这粉会越来越轻。好了，这样就能熄火了。将火熄掉，在煮沸的热水内加入1点红色素，很少的量，这样一点淡淡的粉红就好。再将沸腾的热水全部倒入炒热的粉料中，将粉与水拌匀，一直拌至无干粉状态。这搅拌动作需要1点力度，舅舅比较建议您用个不粘锅，再找个人帮您握住货的另一头，这样就会比较轻松。
好了，大约这状态就可以了。盖上锅盖，焖个10分钟，焖过的面团变得很 Q 弹。这时候的面团还是有点热，只要在手不可接受的范围内，就要开始揉面了。加入70克木薯粉，再另外准备1碗室温凉水。揉面过程中感觉烫手，就将手泡一下凉水降温，重复这动作直到面团完全揉匀。煎中勺入3大匙炸葱油，再将油揉入面团内。这时候如果感觉面团还是不够湿润，手可以继续沾水揉匀。最终您会获得一块像视频中一样非常 Q 弹、软糯、湿润且延展性高的面团。这大面团可以配搭2份糯米内馅。如果不想做这么大量的朋友，只要将这糕皮材料减半就可以了。大家来看看，必须揉至这状态才行哦。用湿巾盖上，避免风干。揪出1小面剂35克搓圆，塑料袋剪开，上下各垫上1张。将小面剂擀薄，在桃形模具内上一点薄薄干粉防粘，再将糕皮倒扣在模具上，轻轻将糕皮挪一挪，让糕皮陷入模具内，手指上可沾点干粉，比较好操作。勺入3大匙糯米内馅。这尖角部分要填满，这部分是每个人开吃的第一口，第一感觉特别重要。借助塑料纸不粘效果，将糕皮轻轻裹上，去掉糕皮重叠部分。全程借用塑料纸防粘，尽量少用干粉，干粉用多了成品会变硬，降温冷却后糕皮也会裂开。用掌心将糕体按至紧实。轻敲模具，再将糕体倒扣在胶液上，1个生坯就完成了。糕边稍微整理，感觉上会比较工整。直接放入蒸格内，盖好，避免受风。再来一个，擀成约2毫米圆片，直径18公分左右。模具内上粉，再将糕皮倒扣。模具3个角要填满内馅，糕皮盖不满的部分可以再贴满。糕皮很薄，中火蒸10分钟就行了。时间到，熄火，将糕取出制凉。待稍微降温后，在表面刷上一层薄薄炸葱油，这会比较香，不变硬，叠起来也不会粘在一块。成品淡淡粉红，很好看。糕皮很薄，隐约可以看到内馅。哇，超棒的！每一口吃到的都是香香的糯米内馅，很满足。糕皮这样做法真的很薄很薄，传统的手捏法可能就没法达到这效果，是这样吗？如果舅舅有说错，敬请大家纠正。这是室温下隔了1夜的桃果，我们来看看在没重蒸的情况下是怎样一个状态。红桃果隔夜不变硬，不需要重蒸就可以直接享用，还是软软的。是的，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吗？美味的传统糕点不学着做，失传了，可惜。谢谢潮州安迪的不吝赐教与做法分享，也谢谢正在观看视频的您们，分享带来喜乐。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，大家再见。